跟亲表哥合伙干装修，一年净赚286万，年底他只给我5万，还说我盯工地的活拴条狗都能干。我没吵没闹，把那连他零头都不到的分红揣进兜里。好，听表哥的，但我知道属于我的东西，我一定会拿回来。他以为我傻，会一辈子给他当廉价打工仔，殊不知我反手挖走了他的工人，抢了他的客户，端了他的老窝。直到正月初8开工，他守着3个空工地，急得跳脚。我的新工地却鞭炮齐鸣。看着他那张黑成锅底的脸，我摆了摆手，表哥，以后咱各干各的吧。听说那天晚上他在空工地坐了一宿，图纸撕得粉碎，连嗓子都好哑了。阿然，今年的账算出来了，分红5万。我看着桌上那5沓用皮筋捆好的现金没说话。一年365天，我吃住都在毛坯房，瓦工、投诉工、油漆整改，哪一桩不是我扛的？我心里门儿清，今年净利润整整286万，他只给了我5万。阿然，今年生意不错，赚了将近300万，这5万块你拿着，回镇上买辆代步车，也算没白跟哥干一年。我这装修公司本钱我出，活是我找，你就是盯工地的活，说白了拴条狗都能干。你就是盯工地的活，说白了拴条狗都能干。给你5万不少了，你还年轻，要么跟着我干，要么去打螺丝。然而我听着心里没有任何波澜。1年前他门店濒临倒闭，拉我合伙说好5-5分账，我出技术出人工，凭8年手艺把口碑拉回来，才有了这286万利润。那时候他拍着胸脯说都是一家人，有我一口吃的，就绝饿不着你。现在他一句话就把我1年的血汗踩得一文不值。当初我信了他的鬼话，没签合同，没留后手。他说的对，钱是他投的，门面是他的，可揣进他兜里的那281万，哪一分不是我拿手艺拿健康没日没夜熬出来的？这些他半分都没算在我头上。好，听表哥的，你拿着钱回去好好歇几天。初83个工地开工，水泵材料都该提前备了，你记得早点过来盯着。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么好打发，可他不知道，没有我严苛的工艺把控，他这家店不出半年就会变成业主维权的烂摊子。我没回镇上的家，怕亲戚熟人问起分红，我没法说。怀里的笔记本，别人眼里是废纸，却是我8年装修生涯的全部心血。今年赚了点小钱，带弟弟混口饭吃，当哥的仁至义尽了。大勇有本事，会带家人发财。他不是说盯工天的活拴条狗都能干吗？不是说装修公司是他的吗？那我就注册一个我自己的。你好，我想问一下，注册装修施工队的个体户最快多久能下证？先生您好，最快3天就能办好，全程不用您跑手续。行，名字就叫浩然装修。再问一下，建材市场的合作渠道能对接吗？当然可以，我们有长期合作的供货商，能拿到市场最低价。那行，我现在就办手续，麻烦您了。李哥，王大勇欠你们3个月的工资，我先垫一半，钱就用他给我的5万分红出，跟着我干，工资日结，管吃住，年底还有分红。浩然，我们早收购那孙子了，你一句话，兄弟几个全跟着你干。挂了老李的电话，我又挨个打给其他班嘴，所有人都一口答应，当场敲定用工协议，初8直接跟我开工。周哥，您家开春的全屋翻新单还考虑吗？我自己出来单干了，工艺还是我亲手盯。浩然，我早等你这句话了，那王大勇就会吹牛逼，这单子我只认你。初6去工地点材料，初83个工地必须准时开工，出一点差错唯你是问。好，听表哥的，他还在催我初6去工地盯进度，做着来年大赚一笔的发财梦，以为我还是那个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打工仔。他不知道，他的核心工人已经全跟我签了用工协议，他谈了半个月的家装大单，已经全成了我的客户。他赖以生存的口碑已经被他自己的傲慢彻底败光了。正月初8那天，等着他的将是空无一人的工地，是客户集体解约的电话，是他在全行业面前身败名裂的终极噩梦。我揣着那5万块钱回了老家，原本是怕他们问起分红替我委屈，可饭桌上该来的问题还是来了。阿然，忙到这么晚，今年跟你哥干了1整年，分红拿了多少？没少受苦吧？爸妈都挺好的，今年分了5万。5万？就只分了5万？这1整年你天天泡在工地，吃住都在毛坯房里，大年28还在工地整改。要不是你盯着，他那店早就黄了。大勇是不是欺负你了？妈，您别激动，真没受欺负，本钱和店面都是人家大勇出的，我就是个帮忙看工地的，能分5万已经不少了，比在外打工强多了。叔叔阿姨，浩然说的对，现在装修行业不好做，大勇哥担着本金风险呢，这5万已经不少了，你们别太担心。大年30到初1，我躲在家里，把所有开工前的细节全部敲定。大年30到初1，我躲在家里，把所有开工前的细节全部敲定。初2走亲戚去大姨家聚餐，靠着我血汗钱风光无限的表哥，在全家家族面前把我踩进了泥里，该来的羞辱终究还是躲不过。不是我当哥的说大话，我们家浩然要不是我带他进干装修，他现在还在老家种地呢，给我盯工地的，1年我给他5万，够意思吧？在咱们村哪个打工的能赚这么多？做人啊得懂感恩。满桌的亲戚没有一个人问我
这一年我在40度的工地里熬了多少个通宵，手被瓷砖划开了多少道口子，只觉得我能有口饭吃，全是拜他王大勇所赐。就是你哥担着100万的本金风险，给你个稳赚不赔的活儿，你得懂感恩，别不知足。大勇有本事，浩然你可得好好跟着你哥，别瞎折腾。大姨说的是，我能有今天全靠我哥照顾。哥，这杯我敬你，谢谢你带我入行，知道就好，以后好好跟着我干，少不了你的好处。别整天胡思乱想有的没的，除了我，没人愿意给你这个机会。我一饮而尽，酒很辣，辣得眼眶发红，倾其手足之情。这杯之后一笔勾销。我一饮而尽，酒很辣，辣得眼眶发红，倾其手足之情。这杯之后一笔勾销。他们不知道，这场饭桌上的装逼是王大勇这辈子最后一次高光。浩然，所有兄弟都敲定了，初8准时到你那边集合。王大勇那边我们全拉黑了。他们更不知道，我端着酒杯唯唯诺诺敬酒的间隙，已经完成了对王大勇的釜底抽薪。初8准时到位，跟着浩然干。浩然，底价供货协议给你发过去了，初8开工，材料优先给你送。李哥，各位兄弟，初8早上8点，新工地集合。我答应大家的，工资日结，管吃住，一分都不会少。浩然，你放心，兄弟们早就收购王大勇那孙子了，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他谈了半个月都没拿下来的家装大单，我签了；他欠了3个月工资的核心工人，我敲定了；他求都求不来的底价建材渠道，我拿到了；他引以为傲的所有家底，在这场他装逼的饭局上，已经被我彻底掏空了。他引以为傲的所有家底，在这场他装逼的饭局上，已经被我彻底掏空了。阿然，爸跟你妈活了一辈子，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大勇那小子是什么德行，饭桌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肯定受了天大的委屈。儿子，爸妈没什么本事，就攒了这些，一共15万，还有这卡里的2万，全给你。咱不受他那窝囊气，咱自己干。妈信你的手艺，信你的人品。浩然，这卡里是我的嫁妆钱，一共10万，你想单干，我就陪着你，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信你，都支持你。爸妈，婉婉，谢谢你们，你们放心，这笔钱我肯定加倍赚回来。他打发我的5万，是我撬动他江山的唯一支点。注册公司、电发工人欠薪，全靠这笔钱。家人与爱人的支持，是我一战到底的备用底气。一分不动，只做应急储备。王大勇还在酒桌上吹着牛逼，却不知道自己的家底已经被我彻底掏空了。王大勇欠我的，欠工人的，欠业主的，正月初8，我会连本带利全部讨回来。大年初2的家族饭局刚结束，王大勇就一头扎进了酒池肉林里，天天不是喝酒就是打牌，做着开春大赚一笔的发财梦。而他不知道，自己亲手埋下的雷已经炸了。浩然，可算把你盼来了。这房子我装完不到3个月，卫生间漏水漏到楼下，墙面全烂了。我找王大勇，他直接把我拉黑了，你可得帮哥一把。我看着眼前的烂摊子，心里没有半点意外。王大勇为了多赚黑心钱，偷工减料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初我在工地盯着，他都敢偷偷换劣质材料。我嘱咐过很多遍，王大勇就是不听，背着我时更是变本加厉。王大勇，你个黑心肝的，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周哥，你放心，这问题我给你修，只收材料成本费，人工费全免。当初这活是公司的，出了问题，我不会不管。当初这活是公司的，出了问题，我不会不管。我没跟周哥多说王大勇的坏话，也没借着这个机会踩他一脚，只是带着工人扎扎实实花了1天1夜，把所有问题彻底解决了。我心里清楚，手艺人吃饭靠的从来不是嘴，是手里的活，是心里的良心。浩然，太谢谢你了。王大勇那个孙子收了我10几万，装成这个烂样子，你只收成本费，给我修的明明白白，哥真的不知道说啥好了。你这手艺，这人品比他强100倍。周哥当场就把我拉进了小区的业主群，当着全小区500户业主的面，把我的手艺和人品夸了个遍。莫师傅，我家也是王大勇装的，墙面开裂，能不能帮我看看？莫师傅，我家也是王大勇装的，墙面开裂，能不能帮我看看？莫师傅，我家开春要装修，能不能找你报价？我们只认你的手艺。我把莫师傅拉到我们隔壁小区业主群了，好多人都被王大勇坑了，都想找莫师傅。各位业主放心，不管是不是我装的房子，有问题都可以找我，我能帮的一定帮。开春要装修的，我可以免费上门量房报价，工艺标准我亲手定，绝不偷工减料，绝不乱增项。短短2天时间，我靠着实打实的手艺，在周边3个小区的业主圈里彻底打响了名气，一口气拿下了几10家家装意向单。
连王大勇谈了半个月都没拿下来的小区团桩，业主们也主动找到了我。几个业主瞎吵吵而已，怕什么？有我那表弟盯着呢。工地的事儿咋样了？他就是个干活的命，初八开工，让他去擦屁股就行。离了我，他连饭都吃不上。我说啥他就得干啥。他以为我还是那个只会埋头干活的打工仔。初八开工的材料我已经和建材商敲定了，工人班组也已经确认了集合时间。以为我离了他就寸步难行，可他不知道，我手里的锤子和瓦刀既能给他盖起高楼，也能亲手把他的美梦砸粉碎。初六上午去3个工地把材料点清楚，卫生打扫干净，水泵工具全部备齐，出一点差错你今年就别干了。好，听哥的。他还在一遍遍给我发号施令，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他拿捏的软柿子。他不知道，距离他的噩梦即将降临，初八开工那天，他会亲眼看着自己的一切是怎么一点点变成我的。正月初7开工前最后一天，我用他打发我的5万块钱，加上家人的支持，完成了所有反击布局。从他当着全公司的面把5万块钱甩在我转上的那一刻，他的死期我已经给他算得明明白白。门店招牌挂起来了，营业执照、行业备判全部齐全，跟着他干的所有工人全部和我签了正式用工协议，不认他这个黑心老板。他以为能拿捏我的命脉，殊不知他的命脉早就握在了我的手里。刘总，初八早上8点，材料准时送到工地，麻烦您了。放心，货款我提前给您打过去，咱们长期合作。浩然，你放心，材料肯定准时到，就冲你这实在劲儿，整个县城的建材商都愿意给你优先供货。我这边万事俱备，而王大勇那边还在饭店包厢里做着换新车、买大平层的梦。说我那表弟莫浩然就是个软柿子，天生的打工命，我给他5万他都得感恩戴德，这辈子都别想跳出我的手掌心。勇哥厉害，还是你有本事？那小子离了你，肯定连口热饭都吃不上。那是自然，他不就是个盯工地的吗？那活拴条狗都能干。要不是我待在还在老家扛水泥呢，等初大开入行几个工地一开，今年我最少再赚500万，明年直接换库里南。谁都不会装修这个行业，靠的从来不是吹牛逼，是手里的手艺，是心里的良心。他靠坑蒙拐骗赚来的钱，终究会凭本事赔出去，而我靠手艺攒下的口碑，会成为我往上走的最坚实的台阶。他以为明天等着他的是听话的打工仔，可他不知道，正月初8的太阳升起时，天还没亮，王大勇就醒了。他特意早起，穿上新夹克，头发梳得油亮，哼着歌出门，先赶到滨江别墅工地，现场空无一人，抬手看表，刚7点半，又匆匆赶往城南大平腾工地，依旧不见半个人影。再驱车冲到圣商地商铺清清，连个工人的影子都没有。他无奈折回滨江工地，坐在车里哭等，电话打给我一个个打不通。8点、8点半、9点，时间一点点流逝，工地上始终鬼影全无。他终于彻底慌了。老李，你他妈死哪儿去了？8点开工不知道，怎么全给我拉黑了？王大勇，你拖欠3个月垃圾欠费、工地管理费，一共1万8，今天不结清，工地暂时查封，不能开工。今天我就在这儿，你别想顺利开工，等着，我养你好看。这些工人跟你的用工协议早就到期，你欠薪不发，还天天骂他们是臭打工的，他们凭什么不能选个靠谱的老板？王大勇，欠我们哥几个3个月工资，拖了大半年。我儿子结婚要首付，你连电话都不接，还骂我们当人看，把我们是跟着你干，大家都别认清这个人，还给我装房子，偷工减料导致漏水掉皮，穷人他发黑我们小区户被他讲过我的业主，全在这个坑人的黑心老板。他以为靠着一句带你入行就能道德绑架我一辈子，他以为靠着坑蒙狡骗就能在这行吃一辈子红利，可他忘了，人心换人心，8两换千金。你把工人当狗，把业主当傻子，就注定了今天众叛亲离的下场。开工！当众颜面扫脸的王大勇，非但没有半分悔改，反而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了我头上。他躲在空工地里，酝酿了一个阴毒的计划。他守着3空工地急到跳脚，转头就撞见我挖走了他所有工人，拿下了他所有订单，当场红了眼，疯狗一样冲上来就咬。莫浩然，你耍我！你到底在搞干什么？你哪来的钱？你给的5万块。哦对，除了你的钱，还有你的人，我都要。从今天起，我们各干各的。你个白眼狼，敢挖我的墙角，抢我的工人！你忘了是谁带你入的行？是谁给你饭吃的？忘恩负义的狗！王大勇，你说我是狗，可你连狗都留不住，更别说喂饱了。我这边已经开工了，你那边自己解决。这些业主自愿跟我签合同，信的是我亲手盯出来的工艺，不是你只会吹牛逼的嘴。你当初说盯工地的活拴条狗都能干，可我告诉你，你连拴条狗都能干的活都干不了。你揣进兜里的281万，哪一分不是我带着工人一砖一瓦熬出来的？
你除了坑蒙拐骗，什么都不会。被当众扒掉底裤的王大勇，转头就想了阴损招数，要把我的名声彻底搞臭，断了我在这行的生路。可他不知道，这波作死只会把他自己送进更深的地狱。浩然装修偷工减料，坑业主血汗钱。大家都来看啊！浩然装修坑业主钱，收了几十万装修款，把房子装成烂摊子。大家他以为靠着这出栽赃陷害的戏码就能毁楼攒下圈，彻底混不下去。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我做装修从来都是凭证据说话，凭良心做事。我装了你的房子，麻烦说一下房号是多少，合同编号是多少？我亲手盯的每一家工地，业主姓名、施工节点，我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我这工地从开工到现在，每一批材料的检测报告，每一道工序的验收记录，避水试验的全程录像，全在这里，随时可以查。倒是你们收了别人的钱来栽赃陷害，要不要我现在报警，让警察来跟你们聊？要不要我现在报警，让警察来跟你们聊聊？是王大勇，是他给我们一人500块，让我们来闹事抹黑的，跟我们没关系啊！王大勇，你自己坑人，还敢来抹黑莫师傅，我看你是真活腻了。对呀，他本想闹臭我的名声，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栽赃陷害的事传遍了整个县城，彻底坐实了他黑心老板的名声。而我经了这一遭，反而让更多业主看到了我的底气和靠谱，口碑不降反升。我以为他认了，可是刚被保安训话的王大勇，转头开始盯上了我的建材供应链。要不要我现在报警，让警察来跟你们聊聊？是王大勇，是他给我们一人500块，让我们来闹事抹黑的，跟我们没关系啊！王大勇，你自己坑人，还敢来抹黑莫师傅，我看你是真活腻了。对呀，他本想闹臭我的名声，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栽赃陷害的事传遍了整个县城，彻底坐实了他黑心老板的名声。而我经了这一遭，反而让更多业主看到了我的底气和靠谱，口碑不降反升。我以为他认了，可是刚被保安训话的王大勇，转头开始盯上了我的建材供应链。王大宇抓进了建材市场，想靠高价撬走我的供货商，断了我的材料供应链，让我的供工地全面停工。刘总，以后我给你双倍的拿货价，你把给莫傲然的材料全给我停了，整个县城的供货我包了。哼！王大勇，你欠我那8万材料款，拖了1年还没结，还有脸来跟我谈条件？浩然做事光明磊落，货款从不拖欠，凭手艺凭良心做事，整个县城的建材商都愿意给他优先供货，你算个什么东西？供货渠道撬不动，工人挖不走，业主不认他，走投无路的王大勇想到了最阴毒的一招，他要举报我无证施工、违规操作，让官方把我拉黑，彻底断了我在这行的生路。就是这个莫浩然，他偷工减料。请出示你的施工资质和备案文件。他以为靠着伪造的假证据就能把我钉死在行业耻辱柱上，让我落得和他一样的下场。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我早就料到了他会来这一手，所有后手我早就备好了。各位领导，所有手续全在这里，我们全程合规施工，随时接受检查。另外，关于大勇，我们这里有他过去3年所有的完整证据，一并提交给各位。另外，这是我收集的证据。执法人员核查后当场确认，工地所有手续齐全，施工完全合规，举报内容全部不实，不予立案。而我早就料到他会来这一手，提前把他过去3年所有工地偷工减料、违规施工、欠薪坑业主的完整证据全部提交给了协会。协会早就盯上了这个人，当场发布公告，把王大勇列入家装行业黑名单，还把他的记录通报给了全市所有建材商和楼盘开发商。他想把我送进地狱，结果自己一头栽了进去。从行政处罚到行业拉黑，再到资产封解，一夜之间，他彻底失去了在本市家装行业立足的所有可能，连翻身的机会都被他自己亲手掐断了。被行业彻底拉黑，资产全面冻结的王大勇，把最后的救命稻草放在了我最核心的班组带人老李身上。他要挖走老李，带着工人翻盘，可他等不至他的是全行业面前更狠的当众羞辱。被行业拉黑、资产冻结的王大勇，彻底成了丧家之犬。供货渠道没人理，业主见了他就躲，走投无路的他，居然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挖走老李身上。李哥，好久不见，之前的事
是哥对不住你，你大人有大量，别往心里去。李哥，你带着班组回来跟我干，我给你双倍工资。等我翻身了，工地利润给你分1成股份，绝不含糊。王大勇，你还有脸来找我？你欠我们哥几个3个月工资，拖了大半年。我儿子结婚要首付，给你打了几10个电话，你不仅不接，还骂我们是臭打工的。再看看浩然老板，把我们当人看，工资日结不拖欠，给我们全员交社保。我儿子结婚首付不够，这家二话不说就帮我垫上了。你拿什么跟他比？别说双倍工资，你给10倍，我们也不跟你这个黑心老板。他以为靠着画大饼就能挖走我最核心的班组，却忘了人心不是靠嘴吹出来的，是拿真心换回来的。他欠工人的血汗钱，欠的良心债，终究成了堵死他所有退路的墙。彻底走投无路的王大力放下了所有的身段和脸面，他要跑到莫浩然的装修门店里，跪着求莫浩然给他一口饭吃。可他不知道，我早就等着他这一天了。当初那个鼻孔朝天，当着全公司的面骂拴条狗都能干的表哥，如今放下了所有的脸面，主动找上门，只为求一口饭吃。这场身份互换的大戏才刚刚开始。浩然，哥知道错了，哥以前不是人，对不起你，对不起工人，对不起业主，求你给我个活干，哪怕是代班打杂扛水泥都行，我工资只要1半，不，只要1/3，只求有口饭吃。当初年底对账286万利润，你只给我5万，当着全公司的面骂我盯工地的活拴条狗都能干的时候，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怎么没想过给我口饭吃？我这里只招踏实干活、凭良心吃饭的手艺人，不招只会吹牛逼、坑蒙拐骗的黑心老板。你说是不是？你走吧，别影响我做生意。他以为放下脸面、跪地求饶就能换来一丝怜悯，却忘了当初他把我踩在脚下的时候没留过半分情面，被彻底断了念想的他，为了翻身，再次铤而走险，走上了作死的绝路。没工人，没手艺，没建材渠道，他只能靠着低价套路忽悠老实人，收了全款就想赚快钱，结果把好好的房子装成了彻头彻尾的烂尾房。被举报后，违约金赔付再次让他从风光无限的装修公司老板到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他亲手把自己的人生做得一败涂地，坑来的钱终究留不住，欠下的债终究要偿还。我靠着过硬的手艺和口碑，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县城里小有名气的口碑装修团队。而这天去新工地监工，居然在楼道里撞见了正在扛水泥干杂活的表哥王大宇，拿下3个小区的团装订单。我的装修团队成了县城里口碑最好的队伍。曾经被他踩在脚下的打工仔，如今成了他这辈子都够不到的高度。曾经他坐在主位上，对着全家族的人说我离了他连饭都吃不上，如今他扛着水泥桶，连抬头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彻底的无视，比当面辱骂更狠。我没有必要再跟他说一句话，也没有必要再跟他计较分毫，因为如今的我们早就不在一个世界里了。他欠我的，欠所有人的，生活已经给了他最狠的报应。我向林婉求婚成功，婚期定在了下个月。消息传到家族里，瞬间炸开了锅。之前捧一踩一的亲戚们全都换了一副嘴脸，纷纷上门巴结。连当初最嚣张的大姨也来了。从被表哥用5万羞辱的工地工长，到县城口碑第一的装修公司创始人，我用1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的逆袭。而今天是我和林婉的婚礼，也是我和过去所有屈辱彻底告别的日子。浩然，你现在出息了，成大老板了，可不能不管你表哥啊！打断骨头连着筋，必须给他安排个轻松的活，再帮他把外债还了。他现在欠了一屁股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不然你就是忘本，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帮他可以，那我先当着所有人的面算几笔账。帮他可以，那我先当着所有人的面算几笔账。你就是盯工地的活，说白了拴条狗都能干，给你5万不少了。当初他把286万利润揣进兜里，只给我5万，当着全公司的面骂我连狗都不如的时候，你们没人站出来说一句话。他欠工人3个月工资，骂工人是臭打工的时候，你们没人管。他坑业主的血汗钱，把人家的婚房装成烂尾房的时候，你们也没人劝。当初他把我踩在泥里的时候，你们没人帮我说过一句话。现在凭什么让我帮他？当初他把我踩在泥里的时候，你们没人帮我说过一句话。现在凭什么让我帮他？
路是他自己选的，他做的所有恶都要自己承担后果，我没有义务给他收点。王大勇，我们是县经济调查局的，你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接潮罪、合同诈骗罪，请跟我们走一趟。我没有当众辱骂他，也没有落井下石，只是把他做过的事公之于众。法律给出的惩罚比任何报复都更解气，恶有恶报，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所有人说一句话，咱们底层手艺人不靠亲戚，不靠关系，不坑人不骗人，就靠一双手一颗良心，也能站着把钱赚了。我们装的不是冰冷的房子，是一个个温暖的家。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对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信任我们的人。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对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信任我们的人。这场婚礼，我不仅娶到了陪我吃苦的爱人，也完成了对过去所有屈辱的终极告别。从5万分红的羞辱，到千万级项目的合作，我用1年的时间证明了底层手艺人的价值，也给了所有看不起我的人最狠的回击。当初跟着我干的工人，全都拿着行业最高的工资，买了房买了车，成了各个班组的小老板。而莫浩然装修公司在市区开设了分公司，业务覆盖周边6个县城，成了全市知名的口碑庄业。表哥当年分我的5万块，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商业帝国。他输掉的不是钱，是做人的格局。